我嫁给傻王爷萧彻的第3年，他为追一只蝴蝶，失足落入了王府后院的冰湖。捞上来时，人已经没了呼吸。何府上下除了我，没人真心实意的哭。侧妃柳如月带人堵在我房门口，掐着嗓子假惺惺的劝：“姐姐节哀，王爷虽然痴傻，但待姐姐总归是不同的。如今他去了，姐姐可要保重身子。”他身后的丫鬟婆子们交换着比又幸灾乐祸的眼神，他们在想什么，我一清二楚。王爷傻了，我这个正妃便是个活靶子。这3年来，吃穿用度被克扣，下人敢当面给我脸色，柳如月更是3天2头的来找茬。萧彻虽傻，却认得我，每次看我被欺负，都会张开双臂护在我身前，像知护食的小兽，冲他们呜呜的低吼。可他越是护着我，柳如月他们就越是变本加厉地折磨我们。如今我唯一的庇护没了，我在灵堂前守了3天3夜，滴水未进，直到体力不支昏了过去。再度醒来，是被一阵喧哗声吵醒的。贴身侍女春桃喜极而泣地攥着我的手：“娘娘，您醒来！王爷他也醒来！”我脑袋里嗡的一声，挣扎着起身，刚跑到庭院，就见太医们乌泱泱跪了一地，冲着主位上那个端坐着的人影高呼万岁。恭喜王爷，贺喜王爷！王爷脉象沉稳有力，神思清明，此乃天佑我大圣啊！主位上那个穿着一身素白锦衣的男人缓缓抬起了头，那张我看了3年的总是带着憨傻笑容的脸，此刻附着一层寒霜，眼神锐利如鹰，深邃似海，扫过周遭每一个人，带着审视与疏离。他真的不傻了，可我的心却在这一刻沉入了比冰湖更冷的地方。他不傻了，那他还会记得我吗？记得这3年来，我是如何在他被所有人厌弃时，一口一口喂他吃饭，一针一线为他缝补衣衫，在他受了欺负哭着跑回来时，将他拥入怀中，轻轻拍着他的背。还是他会记起娶我之前的种种，记起我是如何被当成一颗棋子，塞进了他的王府，成了他这个皇家耻辱的陪葬品。王爷，您还认得臣妾吗？柳如月第一个按捺不住，她袅袅婷婷地走上前，一双含情目水汪汪地望着萧彻，声音娇得能掐出水来。3年前您初见臣妾，便赞臣妾人比花娇，还亲手为臣妾簪花，这些王爷可还记得？他提起这些，是在提醒萧彻，也是在警告我，提醒他，在他痴傻之前，他柳如月才是他心尖上的人，而我沈婉晴不过是他痴傻之后被硬塞过来的冲洗工具。萧彻的目光终于从那些战战兢兢的太医身上移到了柳如月的脸上，他看了他很久，久到柳如月的笑容都快要僵在脸上，然后他缓缓地清晰地吐出2个字：你是。柳如月的脸色唰的一下白了。王爷，臣妾是如月啊，您的月侧妃。他不敢置信，声音都带了颤音。萧彻恍若未闻，他的视线越过柳如月，又扫过他身后那一众平日里作威作福的管事和丫鬟，每一个被他看到的人都如芒在背，下意识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神里没有半分情绪，只有一片冰冷的空茫，就好像在看一群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太医院的院判连忙上前，颤巍巍地解释：王爷吉人天相，神志已然恢复清明，只是这落水伤了脑，过往诸事恐怕是忘了。失忆了，这2个字像一道惊雷，炸在所有人心里。有人惊愕，有人窃喜，而柳如月则是彻底慌了神。他所有的依仗都来自于过去萧彻对他的那点情分，如果萧彻全忘了，那他这个侧妃和府里其他摆设又有什么区别？忘了。他喃喃自语，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猛地转头，怨毒的目光死死地定在我身上。王爷忘了臣妾，那他呢？王爷可还记得他？他抬手直直地指向我，霎时间，所有人的目光，包括萧彻那双锐利冰冷的眼，都聚焦在了我的身上。我的心跳在那一刻几乎停止。我站在人群的末端，穿着一身最朴素的校服，头发也只是简单的挽着，与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柳如月相比，简直素净的像一缕随时会散去的青烟。我看到萧彻的眉头微微蹙了一下，他似乎在努力地思索着。我垂在身侧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指节泛白。我知道这是决定我命运的时刻，如果他也忘了我，那柳如月会毫不犹豫地把我踩进泥里，将这3年积攒的怨气100倍1000倍地奉还。我在这王府将在无立足之地。就在我几乎要窒息的时候，他开口了，他的声音很淡，听不出喜怒，
却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朵里。他顿了顿，深邃的目光牢牢地锁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道：“是本王的王妃沈婉晴。”满场死寂，柳如月的脸从惨白变成了铁青，又从铁青转为难以置信的酱紫。不可能！他失声尖叫：“王爷，您怎么会记得他？您忘了所有人，为什么偏偏记得他？”是啊，为什么？我也想问，为什么？我和他之间没有花前月下，没有海誓山盟，有的只是在无数个被欺凌的日夜里相依为命的卑微取暖。这些也算记忆吗？萧彻没有理会柳如月的歇斯底里，他只是看着我，然后对我招了招手。过来。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我愣住了，这3年来，他只会像个孩子一样拉着我的衣角，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喊我婉婉。过来这2个字如此陌生，又如此有力，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迈开了脚步，穿过惊愕的人群，一步步地走向那个高坐在主位上的男人。我离他越近，他身上的寒意就越发清晰。那不是傻子萧彻身上暖烘烘的带着皂角香气的味道，而是一种属于上位者的凛冽的带着血腥气的压迫感。我在他面前3步远处站定，依着礼数微微屈膝。王爷，他嗯了一声，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对我伸出了手。扶我起来。我的心又是一颤，我迟疑地伸出手搭上了他的手腕。他的手很暖很干燥，掌心带着薄茧，和我记忆中那个总是软绵绵的手截然不同。在他用力的瞬间，我几乎能感觉到他手臂下蕴藏的结实的力量。他顺着我的力道站起身，身形颀长，比我高出1个头还多。他垂眸看着我，眼神依旧深邃，让人看不透。王爷醒了就好，真是天大的喜事。管家王德顺最先反应过来，满脸堆笑地凑上来。王爷您大病初愈，老奴已经命人备好了参汤，您。吵！萧彻冷冷地吐出1个字，王管家的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本王要休息。萧彻环视了一圈，目光在柳如月和王管家身上短暂停留，最后落在我脸上。王妃留下，其余的人都退下。他的话音不高，却带着一种生杀予夺的决断。众人面面相觑，但没人敢再多说1个字。那个痴傻了3年，人人拿捏的靖王，仿佛真的随着那场冰湖大水一起被冲走了。现在的萧彻是陌生的，是危险的。柳如月咬着下唇，眼中满是不甘和怨恨，却也只能随着人群1步3回头地退了出去。很快，原本嘈杂的庭院只剩下我和他，以及侍立在远处的春桃。偌大的房间里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萧彻没有再说话，他只是走到了窗边，看着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梅树，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的背影挺拔如松，宽阔的肩膀透着一种沉稳的力量感。我站在他身后，心中五味杂陈。喜悦吗？当然有，他不再痴傻，这是我曾经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可更多的是茫然和惶恐。一个清醒的、失忆的，并且明显对我另眼相看的王爷，对我而言究竟是福是祸？他记得我的名字和身份，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他混沌的意识深处，我终究是不同的？你很怕我？他忽然开口，打破了沉默。他没有回头，声音平静无波。我心头一紧，连忙垂下头。臣妾不敢。不敢。他轻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带着几分嘲弄。在本王面前还有你不敢的事？我愣住了，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终于转过身来，那双锐利的眼眸像是要将我看穿。府里的下人克扣你的用度，你不敢言；柳侧妃当众给你难堪，你不敢辩。就连本王，就连一个傻子都能让你费心费力的照顾3年。他每说一句，我的心就往下沉1分。他不是失忆了吗？为什么会知道这些？难道他的失忆是装的？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又被我飞快地掐灭。不可能，太医们不会看错。而且，如果他是装的，又何必演得这么彻底？你怎么知道这些？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出了口。你说的。我更懵了。本王昏迷的这几天，总能听见一个声音在耳边说话。他缓缓踱步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那个声音在说他有多委屈，说他的王爷有多可怜，说那些人有多可可。我的脸轰的一下烧了起来。他说的是真的，在他昏迷不醒的时候，我确实守在他床边，一边流泪一边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话。我只是想把这3年的委屈都说给他听，哪怕他只是个听不懂的傻子，哪怕他永远都不会醒来。没想到他不仅醒了，还全都听了去。所以他微微轻身，凑近我的耳边，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低语道：这府里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本王心里有数。
他的气息温热地拂过我的耳廓，带起一阵细密的战栗。我猛地抬起头，撞进他深不见底的眼眸里，那里面没有了之前的空茫，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洞悉一切的清明和一丝难以察觉的温柔。我忽然明白了，他不是失忆，或者说他的失忆是一种选择。他选择忘记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却把我从他混沌意识里听到的那番话当成了他重塑这个世界唯一的蓝图。在这张蓝图里，我是唯一的坐标。接下来的几天，晋王府的天彻底变了。萧彻以养病为由闭门不出，却接连下了几道雷霆万钧的命令。第一道命令是针对王府的管家王德顺。王德顺是柳如月的人，这3年来仗着柳家的势力和萧彻的痴傻，把王府的账目弄得一团糟，中饱私囊，克扣下人月钱，对我更是阳奉阴违。萧彻什么都没问，直接命人将王府3年的账本全部搬到了我的院子里。王妃，他当着一众管事的面，指着那堆积如山的账本，淡淡的说道：“本王头疼，看不清这些，府里的钟馗以后便由你来掌管。这些旧账，你也一并查了吧。”他话说的轻描淡写，却像一颗巨石投入湖心，激起千层浪。我一个备受冷落的正妃，一夜之间手握王府财政大权，而那个作威作福的王管家，在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脸都绿了，当场就软倒在地。我看着他那副魂不附体的样子，心里没有半分同情。这3年来，有多少次我和萧彻在寒冬里连一块像样的炭火都分不到？有多少次春桃去领月历，被他手下的人冷嘲热讽地打发回来？我没有立刻去查账，而是先让人给自己的小院和萧彻的寝殿换上了最好的银丝炭，送来了最新鲜的食材和最厚实的冬衣。这是我应得的。萧彻的第2道命令是针对那些曾经欺辱过我们的下人。事情的起因是一个叫小顺子的小太监，这小太监以前仗着是王管家的干儿子，没少给痴傻的萧彻使绊子。有一次，他故意在萧彻的路上撒了豆子，害他摔了个结结实实，额头磕破了好大一块。那天萧彻醒来，神志清明，小顺子没看清风向，还以为王爷和以前一样好欺负。他捧着茶盘进屋，见萧彻坐在椅子上发呆，便嬉皮笑脸地凑上去：“王爷，喝茶呀，这可是您最爱喝的摔跤茶，一喝就精神。”他说完，还冲着旁边的几个小丫鬟挤眉弄眼。我当时正好从外面进来，听到这话，气得浑身发抖，正要发作，萧彻却比我更快，他甚至没抬眼，只是从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拖出去。”他声音不大，却像是一道催命符。门口侍立的2个高大护卫立刻应声而入，一左一右架起小顺子，就像拖一条死狗一样往外拖。小顺子这才慌了，杀猪般的嚎叫起来：“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奴才不是故意的，奴才跟您开玩笑呢。”萧彻端起桌上的茶杯，用杯盖轻轻撇着浮沫，慢条斯理地问我：“他以前也经常跟本王开这种玩笑。”我的声音有些干涩：“是。”“很好笑吗？”我摇了摇头。他哦了一声，然后对着门口喊道：“掌嘴50，打断一条腿，扔出王府。”命令清晰冷酷，不带一丝一毫的犹豫。小顺子的惨叫声很快就从院子里传来，一下又一下，听得人心惊肉跳。满院的下人全都跪在了地上，大气都不敢出。他们终于意识到，那个可以任由他们欺凌嘲笑的傻王爷已经死了，活下来的这个是阎王。府里的风向一夜之间转了180度。曾经对我爱答不理的下人们，如今见到我，远远的就躬身行礼，连头都不敢抬。我的小院门庭若市，各房的管事捧着礼物排着队的想要见我，说辞翻来覆去就那几句：“以前是奴才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王妃娘娘，求娘娘大人有大量。”我一概不见，我不是圣人，做不到一笑泯恩仇。他们在我最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如今见风使舵的来讨好，我只觉得恶心。我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查账上，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王德顺这3年贪墨的银两足够在京城买下3座大宅子，证据确凿，我直接把账本和人一并交给了萧彻。他只是翻了翻，便扔到一旁，淡淡道：“按规矩处置。”王府的规矩，家贼杖毙。王德顺被拖下去的时候，凄厉地喊着：“柳侧妃救我，侧妃娘娘救我！”柳如月当然不会救他，他自身都难保。萧彻清理完下人，终于轮到了他。他没有用什么激烈的手段，他只是望了他，
柳如月不甘心，日日都来萧彻的院门口求见。起初是盛装打扮，带着精心熬制的汤羹，后来见萧彻一次次拒之门外，便开始改走悲情路线。他穿着素净的衣衫，在寒风中一站就是几个时辰，双眼哭得红肿，一副为情所伤的凄楚模样。府里开始有流言传出，说王爷虽然神志清醒了，却也变得冷酷无情，忘了旧日恩情，独宠我这个心机深沉的正妃。我听了只觉得好笑。这天我抱着整理好的账目去找萧彻，正撞见柳如月又在门口表演。他看到我，眼睛里立刻燃起2簇妒火，但很快又被他压了下去，换上了一副渲然欲泣的表情。姐姐，他哑着嗓子开口，求求你让妹妹见王爷一面吧，妹妹不求别的，只想问问王爷，他当真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吗？我还没说话，身后的房门吱呀一声开了，萧彻披着一件玄色大氅站在门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柳如月又惊又喜，连忙扑过去。王爷，您终于肯见我了。萧彻却后退了一步，避开了他的触碰，他的目光冷得像冰。本王不记得曾与你有过什么需要铭记的过往。他看着柳如月，一字一句道：倒是听王妃说起过一些，比如克扣用度，纵容下人，甚至在本王发病高烧时，将冰水泼在本王的身上。柳如月的血色瞬间从脸上退得一干二净。不是的，王爷，您听我解释，是沈婉晴在污蔑我。他疯了似的指着我，他嫉妒您宠爱我，所以才在您面前尽献谗言。萧彻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笑，却看得我遍体生寒。污蔑。他重复了一遍，然后缓缓地、清晰地说道：可本王只信他的话，本王只信他的话。这句话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柳如月的脸上，也像一道暖流，猝不及防地涌进了我的心底。柳如月彻底崩溃了，她瘫坐在地上，语无伦次地哭喊着：为什么？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论家世，我父亲是吏部侍郎，他父亲不过是个赋闲在家的翰林学士。论情分，我们自幼相识，青梅竹马，他算个什么东西？他的话戳中了最残酷的现实。是啊，我算个什么东西？当年圣上一纸赐婚，将我这个毫无根基的文臣之女嫁给了痴傻的靖王。满京城的人都说我爹是走了大运，攀上了皇家这门亲。只有我知道，这门亲事不过是皇帝用来安抚和羞辱靖王府的工具。一个傻子王爷配一个无权无势的正妃，正好。萧彻静静地听着柳如月哭诉，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直到她哭声渐歇，他才淡淡开口：说完了。柳如月一噎，抬起泪眼婆娑的脸，怔怔地看着他。论家世，萧彻声音平稳，却带着千钧之力。她是本王明媒正娶的正妃，是皇室玉牒上记了名的人，你只是个侧妃。论情分。他顿了顿，目光转向我，那冰冷的眼神里似乎融化了一角。在本王被整个世界抛弃的时候，是他陪在本王身边，而你……他没有再说下去，但那未尽之语里的轻蔑，比任何斥责都更伤人。来人！他收回目光，声音恢复了惯有的冷硬。将柳氏禁足于清风院，没有本王的命令，不得踏出半步。收回他掌管采买的对牌，府中所有采买事宜，一并交由王妃定夺。他院里的下人，凡是3年前进府的，全部发卖出去。一连3道命令，一道比一道狠，直接抽干了柳如月所有的权力和根基。他彻底傻了，瘫在地上，连哭都忘了。直到护卫上来拖他，他才如梦初醒，挣扎着朝我爬过来，抓住我的裙角。王妃姐姐，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帮我跟王爷求求情，看在我们同是一夫的份上。我垂眸看着他这张梨花带雨的脸，心中一片平静。同是一夫，这3年来，他何曾记得我们是姐妹？我轻轻拨开他的手，后退了一步。妹妹，还是好好在院子里反省吧。我语气淡漠，外头风大，仔细别再染了风寒。王府里的大夫最近可忙得很。我的话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眼中最后一点光也熄灭了。看着他被护卫拖走，那绝望的背影，我没有感觉到丝毫的快意，只觉得这3年的噩梦似乎终于要醒了。我转过身看向萧彻，他也正在看我，四目相对。他对我微微颔首，然后转身走回了房间。从始至终，我们没有多余的交流，却好像完成了一场最默契的合谋，清除了柳如月和他手下的爪牙。靖王府一时间清静了不少，我全面接管了王府中馈，
每日忙于核对账目，重新制定各房的用度规矩，竟也觉得十分充实。被压抑了3年的才干，终于有了施展之地。而萧彻则更加神秘，他白天大多时候都待在书房，谁也不见。我几次让春桃送些点心过去，都被他身边的护卫拦在了门外。那2个护卫叫风和林，是萧彻醒来后突然出现在他身边的，身手高强，沉默寡言，只听萧彻一人的命令。我猜他们应该是萧彻痴傻之前就培养的亲信，晚上他会准时来我的院子用膳，我们之间的话依旧很少。他吃饭的仪态很好，安静而优雅，和我记忆中那个吃饭总是弄得满脸都是的傻子判若两人。他会给我夹菜，都是些我爱吃的。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我的喜好的，也许也是从我那些絮絮叨叨的梦话里听来的。饭后他会陪我看一会儿账本，他从不插手我的决定，只是在我遇到难题贫眉不展时，会看似不经意地提点一句：晨曦那家米铺价格虽低，但掺了陈米，不如城东的张记虽贵一陈，却是实打实的新米。给马厩的那批草料，看看采买单子上的印章，如果盖的是王记，就退回去。他们家的草料为了马容易拉肚子。他的话总是一针见血，让我茅塞顿开。我越来越好奇，他痴傻之前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传闻中他是文韬武略、惊才绝艳的皇子，是太子之位的有力竞争者。可又是谁将这样一个天之骄子折断了翅膀，变成了人人可欺的傻子？在想什么？他清冷的声音将我从思绪中拉回。我回过神，发现自己正盯着他发呆。我的脸颊有些发烫，连忙低下头掩饰道：没什么，只是在想，王爷懂得真多。他轻笑了一声：你若想学，我便教你。我的心漏跳了一拍，抬起头，正好对上他含笑的眼眸。烛光下，他眼中的冰冷似乎褪去了不少，添了几分暖意。那一刻，我有些恍惚，仿佛我们不是背负着血海深仇的王爷和王妃，只是一对再寻常不过的夫妻，在温暖的灯火下闲话家常。好，我听见自己说，日子一天天过去，平静的像是一场梦。我开始慢慢适应这种生活，适应他清醒后的样子，适应我们之间这种奇怪又默契的相处模式。我甚至开始有些贪恋他用膳时喂我不菜的温柔，贪恋他指导我处理事务时的耐心，贪恋他深夜离开时那句淡淡的早些歇息。我知道这很危险，他对我好，或许只是因为在他的诗意世界里，我是他唯一的浮木，是一种策略，一种需要。可我还是忍不住沉沦。这天，宫里来了人，是皇上身边的总管太监李公公，他带来了皇上的赏赐，说是听闻靖王身体大好，龙心大悦，特赐下一批珍贵的补品药材。我领着府里众人接旨谢恩。李公公宣读完圣旨，笑眯眯地对我说道：王妃娘娘，皇上还单独给您备了份礼。他身后的小太监呈上一个精致的木匣，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只成色极好的羊脂玉簪。皇上说，这3年来，王妃悉心照料王爷，劳苦功高，这只玉簪是特意赏给您的。李公公意有所指地说道：皇上还说了，盼着王爷和王妃能早日开枝散叶，为皇家添丁。我的脸刷的一下红了，周围的下人们都低着头偷笑。我捧着那只玉簪，只觉得手心发烫。送走李公公，我回到房里，看着镜中的自己。这3年的操劳让我的容颜添了几分憔悴，远不如从前明艳。鬼使神差的将那只玉簪插入发间，温润的玉衬着乌黑的发，倒也添了几分清雅。很美。萧彻的声音毫无预兆地在身后响起，我吓了一跳，转身见他不知何时已经站在门口，正静静地看着我。王爷，我有些局促，下意识地想把簪子取下来，带着吧。他走上前来，阻止了我的动作。他的指尖不经意地擦过我的发梢，带起一阵微麻的触感。皇上还说了些别的？他看似随意地问道。我的脸更红了，想起了李公公最后那句话，支支吾吾地说不出口。他看着我窘迫的样子，忽然笑了。我知道了。他没再追问，只是拿过我桌上的账本翻看了起来。只是那天晚上，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在亥时离开。他看完了账本，又随手拿起一本书，坐在灯下静静地读着。我坐在他对面，绣着一方手帕，心里却乱成一团麻。夜深了，烛火哔哔作响。春桃在外间打好几个哈欠，终于忍不住小声提醒道：娘娘，王爷，夜深了。我这才如梦初醒，放下手中的绣活，有些不自然地看向萧彻。他也放下了书，抬起头：歇息吧。他说。我愣住了。歇息是我们
一起。他的眼神很平静，仿佛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我的心却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我们成婚3年，他痴傻，自然从未有过夫妻之实。我早已习惯了一个人独守空房。现在他站起身，走到内室的床边，自然而然地脱下了外袍。我僵在原地，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他回过头，看到我傻站着的样子，挑了挑眉。王妃，还要本王请你吗？那一夜，我终究是和他同床共枕了，但我却一夜无眠。他的呼吸，他的心跳，他身上淡淡的属于他自己的味道，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这个躺在我身边的男人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我保护的傻子，他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并且对我有着某种期待的男人。我害怕，又隐隐有些期待，这种矛盾的心情折磨了我一整晚。第二天一早，我顶着2个大大的黑眼圈起身，发现身边的位置已经空了。春桃进来伺候我梳洗，看到我的样子，捂着嘴偷笑。娘娘，您和王爷和好了？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胡说什么？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却泛起一丝难以言喻的甜。从那天起，萧彻便顺理成章地住进了我的院子。我们像京城里最普通的夫妻一样，同起同卧，同桌用膳。他白天依旧去书房，但不再禁止我靠近。有时候我端着茶点进去，会看到他对着一张地图出神，上面用朱笔圈圈画画，标注着一些我看不懂的符号。我从不问他在做什么，我知道他有他的世界，他的战场。我能做的就是为他守好后方，让他没有后顾之忧。而我也渐渐发现，他的失忆似乎并不是那么彻底。他记得京城每一条街道的布局，记得朝中每一个大臣的派系和喜好，甚至记得我父亲最爱喝的茶叶是哪一种。有一次，我父亲生辰，我准备了些礼物送回娘家，他看到了，淡淡的说了一句：“岳父大人清高，不喜金玉，你备的这些他未必喜欢。我书房里有罐今年的明前龙井，你带去吧，就说是我的心意。”我照做了。后来母亲托人带信给我，说父亲收到那罐茶叶时，高兴得像个孩子，直夸他这个傻女婿终于开了窍。我看着那封信，心里暖洋洋的。我开始相信他不是在利用我，他是真的在用心对我好。就在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所有的平静。出事的是我父亲，他被卷入了一场科举舞弊案，主考官被查出收受贿赂、泄露考题，而我父亲作为同考官之一，也被牵连其中，下了大狱。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和萧彻用晚膳，我手里的筷子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科举舞弊历来是朝廷重罪，一旦坐实，轻则流放，重则满门抄斩。我父亲一生清廉，耿直不阿，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这分明是栽赃陷害。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浑身的血液都仿佛凝固了。别怕，一只温暖的大手附上了我冰冷的手背。我抬起头，看到萧彻沉静的眼眸，有我。简简单单2个字，却像是一剂强心针，瞬间稳住了我即将崩溃的情绪。是啊，我还有他，他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傻子了。王爷，我的声音带着哭腔，我爹是冤枉的，你信我？我信。他握紧我的手，语气坚定。我不仅信，我还会把他完好无损地带回来。那一刻，我看着他坚毅的侧脸，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当晚，萧彻连夜出了王府，他没说他去哪，也没说他去做什么。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我不敢睡，怕一闭上眼就会梦到父亲在牢里受苦的样子。我只能一遍遍地看着门口，等着那个能给我带来希望的身影。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才回来。他身上带着深夜的寒气，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眼神却依旧明亮。他对我说：“放心，事情已经有了眉目，岳父不会有事的。”他没有说具体的细节，但我知道他一定是为了我父亲的事情奔走了一整夜。我的眼眶一热，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他有些笨拙地抬起手，用带着薄茧的指腹轻轻拭去我脸上的泪。别哭。他叹了口气，将我拥入怀中。说了，有我。我靠在他坚实的胸膛上，听着他沉稳有力的心跳，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慢慢地落了地。
父亲的案子像是一根导火索，彻底点燃了萧彻和太子萧兰之间的战火。萧兰没想到自己布下的局不仅没能扳倒我父亲，反而折损了他一个重要的幕僚，还让萧彻这个他以为早已废了的弟弟重新回到了朝堂的视野中心。他开始处处针对萧彻。朝堂上，他联合一众党羽弹劾萧彻无故插手大理寺办案，是为越权。萧彻只用一句话就对了回去：为岳父洗刷冤屈，乃人子本分。太子殿下若觉得本王有错，不如先问问自己，为何门下会出此等栽赃陷害的败类？一句话噎得萧兰脸色铁青，却无从反驳。朝堂上占不到便宜，萧兰便开始在背后使阴招。他先是派人散播流言，说我父亲之所以能脱罪，是因为萧彻暗中买通了那个出来作证的小官，所有证据都是伪造的。一时间，京城里议论纷纷，我听了气得不行。萧彻却毫不在意，清者自清。他安慰我，他越是如此，越是证明他心虚。果然。没过几天，那个作证的小官就在家里畏罪自杀了，所有线索再次中断，死无对证。萧兰这一招不可谓不狠，我开始真正为萧彻的处境感到担忧。太子的势力盘根错节，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而萧彻能依靠的似乎只有他自己和他身边那2个谜一样的护卫。这天晚上，他回来的比平时晚，身上带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虽然很淡，但我还是闻到了。我心里一惊，连忙拉着他检查。你受伤了？他摇了摇头，脱下外袍，我才看到他手臂的衣服上被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只是小伤，已经处理过了。他轻描淡写地说道。是太子的人。我声音发颤，他嗯了一声，在我身边坐下，握住我冰冷的手。他们想杀我，没那么容易。他的语气很平静，仿佛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只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沉不住气。我的心揪得紧紧的，我知道这只是开始，只要萧彻还活着，只要他还挡在太子的路上，这样的刺杀就会接连不断。萧彻，我看着他，鼓起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你想坐上那个位置吗？我问的是皇位。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他深深地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又化为一抹复杂的笑意。为什么这么问？因为如果你不想，我们可以离开这里。我认真地说道。离开京城，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我可以不要这个王妃的身份，你也不用再当这个王爷，我们就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再也不用管这些阴谋诡计，好不好？我说的是真心话，权力和地位对我而言远不如他的安危重要。他静静地听我说完，没有立刻回答。良久，他才叹了口气，将我揽入怀中，下巴抵在我的头顶。婉晴，谢谢你。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的感动。可是我们走不了。为什么？因为我若不争，死的就是我们。他一字一句说得无比清晰。萧兰的性子我最了解，她睚眦必报，心胸狭隘，她绝不会允许我这个死而复生的弟弟安安稳稳地活在世上。我们退一步，她就会进10步，直到将我们逼入绝境，赶尽杀绝。所以我没有退路，我不仅要赢，还要赢得干干净净，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他的话像一把重锤敲在我的心上，我终于明白，我们已经身处悬崖，退后一步便是万丈深渊，唯一的生路就是向前。我抬起头，迎上他坚定的目光，用力地点了点头。好，我陪你。从那天起，我不再仅仅是萧彻的王妃，更成了他最隐秘的同盟。他的书房成了我们的作战室，白天他在朝堂上与太子周旋，晚上我们便在书房里复盘当天的局势，推演接下来的每一步。我帮他整理各方送来的情报，分析朝中各位大臣的立场和软肋，甚至模仿不同人的笔记，帮他伪造一些足以以假乱真的信函。我从未想过自己一个深闺女子有朝一日会做这些事情，但我学得很快，因为我知道我们走的每一步都关系到生死存亡。在这期间，萧彻也开始不动声色地培养自己的势力。他启用了许多当年被他母亲提拔，后来被排挤打压的旧部，这些人对太子一党早就心怀不满，如今见萧彻强势归来，立刻就聚集到了他的麾下。他还暗中联系了手握兵权的镇北侯，镇北侯是萧彻母妃的亲哥哥，也就是萧彻的亲舅舅。当年萧彻母妃出事，镇北侯远在边疆，等他赶回京城时，一切已成定局。这些年他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对太子一党更是深恶痛绝。萧彻的一封密信立刻就点燃了这位老将军的复仇之心，我们的力量在暗中一点点的壮大，
而这一切，太子萧兰似乎并未察觉。在他眼里，萧彻不过是只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他忙于和朝中其他皇子争斗。对于萧彻这个废人，他只派了些杀手进行一些上不了台面的骚扰，这正给了我们宝贵的发展时间。在这段紧张而危险的日子里，我和萧彻的感情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不再仅仅是盟友，我们是彼此唯一的依靠，唯一的温暖。他会在我为他包扎伤口时握住我的手，放在唇边轻轻一吻。他会在我熬夜看情报累得睡着时将我抱回床上，为我盖好被子。有一次，我为了模仿一个官员的笔记，练了一整夜的字。第二天手腕酸痛的抬不起来，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端来一盆热水，亲自为我热敷，用他带着保茧的手指一遍遍的轻柔地为我按摩。那一刻，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心里某个地方彻底塌陷了。我爱上他了，不是爱上那个需要我照顾的傻子，而是爱上眼前这个清醒的、强大的、腹黑的，却又对我温柔备至的萧彻。转眼便到了年关，宫中要举办除夕夜宴，皇上特意下旨，命所有皇子及家眷都必须参加。我知道这会是一场鸿门宴，太子萧兰绝不会放过这个除掉我们的好机会。宴会前几天，我亲自为萧彻缝制了一件墨蓝色的锦袍，在衣领和袖口处用金线绣上了祥云暗纹。我还用剩下的边角料给自己做了一件同色系的披风。萧彻看着我手里的针线我，笑着说：“我们这算不算是情深意笃的铁证？”我白了他一眼，贫嘴，心里却甜得像吃了蜜。除夕夜，我们乘着马车一起入宫，马车里他握着我的手，十指紧扣。婉晴，他忽然开口，声音有些低沉：“今晚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跟紧我，一步也不要离开。”我心中一凛，点了点头。我知道。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歉疚。这些日子委屈你了，跟着我，让你担惊受怕。我不委屈。我摇了摇头，反手握紧他的手。能陪着你，我心甘情愿。他没再说话，只是将我更紧地搂进了怀里。宫宴设在太和殿，灯火辉煌，歌舞升平，皇上和皇后高坐主位，下面是各位皇子和大臣。太子萧兰坐在离皇上最近的位置，他看到我们进来，举起酒杯，遥遥地对我们一笑。那笑容客气而疏离，却看得我后背发凉。我感觉像有一条毒蛇在暗中吐着信子。宴会进行得很顺利，觥筹交错，一派祥和，仿佛之前所有的暗流涌动都只是我的错觉。但越是这样，我心里就越是不安。酒过三巡，太子萧兰忽然站起身来，举杯对皇上说道：“父皇，今日除夕佳节，而臣看三弟和三弟妹伉俪情深，不如就请三弟妹为大家抚琴一曲，以助酒兴，如何？”他的目光直直地看向我，大殿之内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顿时明白了，这是他的第一招。他知道我出身文臣之家，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但他更知道这3年来，我为了照顾萧彻，操持家务，早已疏于练习，双手也因常年劳作变得粗糙。他这是要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让我出丑，更是要借此来羞辱萧彻。太子殿下说笑了。我还没开口，萧彻便淡淡的说道：“内子久不抚琴，技艺生疏，怕是会污了各位的耳朵。”哎，三弟此言差矣。萧兰笑道：“正所谓夫唱妇随，三弟如今神志清明，在朝堂上屡献奇策，想必三弟妹也是不遑多让，就请三弟妹不要推辞了，也让父皇和大家都开开眼。”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若再推辞，就是不给皇上和太子面子。我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来。既然太子殿下盛情，那臣妾就献丑了。我走到大殿中央，工人已经搬来了一架上好的古琴。我坐下试了试音，很好，琴弦被人动过手脚，有一根弦被调得比正常的音高要低了半分。若是不仔细听，根本听不出来，但在行家耳中，只要一弹，立刻就会发现。到时候一曲不成调，我便会成为整个京城的笑柄。好狠的手段！我抬起头看向太子，他正端着酒杯，一脸看好戏的表情。我又看向萧彻，他坐在那里，面沉如水，但眼神里却透着一丝担忧。我对他安抚地笑了笑，然后我将手轻轻地放在了琴弦上。我没有去弹那些众人熟知的名曲，我弹的是一首很小众的，几乎已经失传的古曲，名为《广陵散》。
这首曲子以其慷慨激昂、气势宏伟而著称，但最特别的是，他对琴的要求极高。其中有一段恰好就需要将一根弦的音调低半分，才能弹出那种金戈铁马的肃杀之气。这是我年少时无意中在一本孤本上看到的，当时只是觉得有趣，便记了下来。没想到今日派上了用场。当第一个音符从我指尖流出，太子的脸色就微微变了。他大概没想到我居然会选这首曲子。随着曲调的推进，我的指尖在琴弦上翻飞，时而如高山流水，时而如暴雨将至。那被动过手脚的琴弦，在我手下非但没有成为败笔，反而成了点睛之笔，将整首曲子的意境推向了高潮。一曲终了，余音绕梁，整个大殿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我这一曲广陵散给镇住了。良久，皇上第一个抚掌大笑起来。好一个广陵散，想不到朕的这个儿媳竟有如此风骨。他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赞许和惊喜。我起身谦卑的行礼，让父皇见笑了。皇上龙心大悦，当场赏了我一对玉如意。太子萧兰的脸已经黑得能滴出墨来，他本想让我出丑，结果却让我大放异彩，得了皇上的青睐，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我回到座位上，萧彻立刻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心竟然有些潮湿。我竟不知你还有这一手。他看着我，眼中光芒闪烁。我俏皮地眨了眨眼，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他失笑，握着我的手更紧了。第一回合我们赢了，但我知道太子的后招很快就会来。果然，歌舞继续，酒宴过半，一个内侍总管匆匆忙忙地从殿外跑了进来，神色慌张地跪在皇上面前。启禀皇上，不好了，东宫走水了。什么？皇上大惊失色，猛地站了起来。太子萧兰也唰的一下变了脸色，急切地问道：火势如何？可有伤到人？火势极大，已经快烧到存放考卷的文渊阁了。内侍总管哭丧着脸说，而且在起火点发现了这个。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高高举起，那是一枚玉佩，一枚和我腰间佩戴的一模一样的玉佩。那是我母亲给我的吉笄礼，是沈家祖传之物，世上独一无二。我脑子里轰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我下意识地去摸腰间，玉佩已经不见了。这不是靖王妃的玉佩吗？人群中不知是谁惊呼了一声，霎时间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像利剑一样射向了我。栽赃，这是赤裸裸的栽赃。父皇！太子萧兰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声泪俱下。儿臣知道三弟对臣心有怨怼，但儿臣万万没想到，他们竟会用此等下作手段，火烧东宫，意图毁掉来年春闱的考卷，动摇国之根本啊！父皇，请您为儿臣做主啊！他一边哭诉，一边重重地磕头。好一出贼喊捉贼的戏码，我气得浑身发抖，却百口莫辩。玉佩是我的，我又恰好有纵火的动机，如今人证物证俱在，我根本无法解释。沈婉晴，皇上的声音已经冷得像冰。你可知罪？我知道，我只要认罪，不仅我自己会死，整个沈家都会被我拖下水，萧彻也会被我牵连。我正要开口辩解，萧彻却先我一步站了出来，他将我护在身后，直面皇上的雷霆之怒。父皇，他的声音冷静的可怕。儿臣相信王妃是冤枉的。冤枉？太子冷笑。三弟，这玉佩就是铁证，你还想包庇他吗？是不是铁证？查一查便知。萧彻看都未看太子一眼，只是对皇上拱手道：父皇，此事疑点重重，恳请父皇将此案交由大理寺彻查，还王妃一个清白。彻查？太子立刻反驳：等到大理寺查清楚，东宫都烧成灰了。父皇，依儿臣看，应立刻将沈氏收押，严加审问。他们二人在朝堂之上针锋相对，皇上坐在龙椅上，脸色阴沉，看不出喜怒。我知道他在权衡。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镇北侯忽然出列。皇上，他声如洪钟，臣也觉得此事有蹊跷。镇北侯，我的舅舅，手握北境30万大军的将帅，一开口分量自然不同。皇上的目光转向他。哦，侯爷有何高见？回皇上。镇北侯不卑不亢，目光如炬。东宫戒备森严，岂是寻常女眷能够随意出入放火的？更何况靖王妃自入殿以来，寸步未离靖王左右，
满朝文武皆可作证。他何来的时间去东宫纵火？他顿了顿，声音愈发洪亮。再者，哪个凶手会如此愚蠢，将自己独一无二的信物堂而皇之地留在案发现场？这不像是作案，倒更像是有人刻意为之，唯恐天下人不知是靖王妃所为。他这番话掷地有声，一下就点出了其中最大的一点。是啊，太刻意了，这栽赃的手段简直粗劣到侮辱人的智商。太子萧兰的脸色一变，急忙辩解：舅公此言差矣，或许正是他算准了这一点，才故意反其道而行之，好为自己脱罪。哦，镇北侯冷笑一声，转头看向太子。那臣倒要请教太子殿下，既然您觉得靖王妃心机如此深沉，那您这东宫的防卫未免也太不堪一击了。一个弱女子都能来去自如，若是换了刺客，岂不是把您的项上人头当成了探囊取物？太子被他一句话噎得哑口无言，气得满脸通红。镇北侯这番话看似是在为我辩解，实则是在将太子的军。你若说我能轻易纵火，就等于承认你东宫守卫无能；你若说我不能，那纵火之事便与我无关。怎么说都是他理亏。皇上久居上位，自然听出了其中的门道，他的脸色缓和了些许，但依旧威严。镇北侯言之有理，他沉声道：此事确有诸多疑点，但东宫失火是事实，靖王妃的玉佩出现在火场也是事实。他目光扫过我们，最后落在萧彻身上。萧彻，朕给你3天时间，3天之内，你若能查明真相，还你王妃一个清白，朕便不追究；若是查不出来……他没有说完，但那威胁的意味已经不言而喻。儿臣遵旨。萧彻躬身领命，声音沉稳，听不出半点慌乱。一场本该喜庆的除夕夜宴就此不欢而散。回到王府的马车上，气氛压抑的可怕。我一直低着头，不敢看萧彻。对不起，我终于忍不住小声说道：都是我连累了你。如果不是我，他就不会被太子处处针对；如果不是我，他就不用在父皇面前立下这样的军令状。3天，只有3天时间，要在偌大的京城查清一桩精心策划的纵火栽赃案，谈何容易？说什么傻话？他温暖的手掌覆盖在我的手背上，将我冰冷的手指一根根掰开，与我十指相扣。这不是你的错。他看着我，眼神坚定。从我决定反击的那一刻起，就预料到会有今天。他不是冲着你来的，是冲着我。你只是被他选中的那个突破口。他的话让我心里好受了一些，但担忧却丝毫未减。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玉佩是什么时候丢的？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懊恼地说道。别急。他安抚地拍了拍我的手背。车到山前必有路，他既然做了，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回到王府，他立刻召来了风和林，去查今晚宫宴上所有接触过王妃的宫人。他冷静地吩咐道，尤其是上菜的、倒酒的，一个都不能放过。是。风林2人领命，身影一闪便消失在夜色中。我则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努力回忆着晚宴上的每一个细节。春桃，我把贴身侍女叫到跟前，你再仔细想想，从进宫到出宫，我身边可有发生过什么异常？春桃皱着眉，苦思冥想了半天，忽然一拍大腿，娘娘，我想起来了。她急切地说，就在您去抚琴之前，有一个小宫女给您换茶，不小心把茶水洒了一点在您的裙角上，她当时慌得不行，跪在地上一个劲地给您擦拭，还连连道歉。小宫女，我的心一动，长什么模样？长得很普通，就是她的手。春桃努力回忆着，她的手很巧，擦拭的时候好像还在您腰间扶了一下。当时奴婢以为她是在帮您整理配饰，就没在意。腰间玉佩，我跟萧彻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答案，就是他，一定是他趁着擦拭裙角的功夫，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了我的玉佩。可宫里的宫女那么多，要去哪里找她？我焦急地问。不难。萧彻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既然是太子的人，就一定藏在东宫。他偷了玉佩，完成了任务，此刻想必正在等着领赏。你的意思是，我们去东宫抓人？夜探东宫无异于虎口拔牙，但我知道萧彻说得出就做得到。他没有带任何人，只换上了一身便于行动的夜行衣，对我说道，你在府里等我消息，在我回来之前哪儿也别去。
你要一个人去？我担忧地抓住他的衣袖。放心，他捏了捏我的手心，眼神里满是自信。东宫的守卫，我比太子更清楚。他痴傻之前，经常被皇上派去东宫辅佐太子功课。东宫的每一条密道，每一个岗哨的换防时间，他都了如指掌。这大概是太子萧兰做梦也想不到的。我看着他消失在夜幕中的背影，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这一夜，我彻夜难眠。我在佛堂里点了一支香，跪在蒲团上，一遍遍的祈祷。我不求神佛保佑我洗刷冤屈，只求他能平安归来。天色将明时，我终于听到了院子里的动静。我踉跄着跑出去，正看到萧彻翻墙而入，他的手上还提着一个被捆得结结实实、堵住了嘴的宫女，正是春桃描述的那个人。萧彻，我喜极而泣，冲上去想检查他有没有受伤。我没事。他将人扔在地上，对我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疲惫，却神采飞扬。他真的做到了。他单枪匹马闯入守卫森严的东宫，硬是把人给抓了回来。他解开宫女嘴里的布，那宫女一见我们，立刻吓得魂飞魄散，拼命的磕头：“王爷饶命！王妃娘娘饶命啊！”饶命！萧彻的声音冷若冰霜，说：“是谁指使你偷走王妃的玉佩？又是谁让你去放的火？”奴婢不知道啊。那宫女哭着喊冤：“奴婢只是奉命行事，偷了玉佩，交给了一个公公。之后的事情，奴婢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哪个公公？我追问道。是太子殿下身边的小德子公公。小德子，他是太子的心腹太监，这就对了，线索终于连上了。那火呢？萧彻继续逼问。火是谁放的？火不是奴婢放的。宫女吓得浑身发抖。奴婢把玉佩交给小德子公公后，就被关进了一间柴房。后来就听到外面喊走水了，王爷，真的不是我，求您明察啊！看他的样子，不像是说谎。我和萧彻交换了一个眼神，看来太子做事也足够谨慎。这个小宫女只是他计划中的一环，一个用完即弃的棋子，纵火的另有其人。好。萧彻点了点头。既然你这么说，本王就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他附在那宫女耳边低声说了几句，那宫女的脸色由白转青，又由青转为惊恐，最后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连连点头。奴婢愿意，奴婢什么都愿意。我不知道萧彻跟他说了什么，但我知道我们的反击要开始了。第二天一早，京城里就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靖王妃沈婉晴畏罪潜逃了。消息一出，满城哗然。太子萧兰得到消息，立刻进宫，在皇上面前大肆渲染，说我做贼心虚，如今畏罪潜逃便是最好的证明。他还主动请缨，要带禁军搜查靖王府。皇上准了，一时间大批禁军将靖王府围得水泄不通。太子萧兰带着人浩浩荡荡地闯了进来，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三弟，他假惺惺地对萧彻说：“不是二哥不给你面子，实在是三弟妹他，你还是赶紧把人交出来吧。兴许父皇还能看在你的面子上从轻发落。”萧彻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淡淡道：“王妃不在府里，太子殿下请自便。” So， 太子一声令下，禁军便如狼似虎地冲进王府，将整个王府翻了个底朝天。他们自然是什么都搜不到，因为我根本就没离开王府，我就藏在萧彻书房的密室里。这是他痴傻之前就修建的密室，极为隐蔽，除了他无人知晓。我通过密室的通风口，能清晰地听到外面的一切动静。我听到太子找不到人后气急败坏的声音：“萧彻，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她一个弱女子，没有你的帮助，能逃到哪里去？你最好老实交代，否则休怪我以包庇之罪将你一并拿下。”我听到萧彻的冷笑：“太子殿下好大的官威，本王说了，王妃不在。你若不信，大可以继续搜，只是搜查我靖王府需要有父皇的手谕，不知太子殿下可有带在身上？”太子被他一句话噎得说不出话来。我知道萧彻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他在等一个人的出现。果然，没过多久，一个内侍匆匆跑来，在太子耳边低语了几句。太子的脸色瞬间大变，他死死地瞪了萧彻一眼，那眼神像是要吃人。然后他再也顾不上搜查王府，带着禁军急匆匆地走了。我知道萧彻的计策成功了。我从密室出来，问他怎么回事。他拉着我坐下，给我倒了杯热茶，才缓缓说道：“我让那个宫女悄悄逃回了东宫，告诉小德子，说她偷听到你其实并没有逃走，而是藏在城外的一处庄子里，准备和镇北侯的人接头，一起逃往北境。
我恍然大悟，所以太子是带着人去庄子上抓我了。不错，萧彻的眼中闪过一丝寒光。他做梦也想不到，那座庄子是他的心腹吏部尚书张大人的私产，而庄子里藏着的不是你。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而是张尚书这些年来贪墨受贿的所有账本和他私自蓄养死士的名册。我倒吸了一口凉气，私自蓄养死士，这可是谋逆的大罪。太子他中计了？当然。萧彻冷笑，他一心想抓住你这个把柄，置我于死地，根本来不及细想。他带着禁军，气势汹汹地闯入庄子，当着所有人的面搜出了那些足以让他万劫不复的证据。这招引君入瓮实在太高明了。太子以为自己是去抓我的，结果却亲手把自己最重要的党羽送上了绝路。吏部尚书一旦倒台，就等于斩断了太子在朝堂上的一条臂膀。那纵火的案子呢？我还是有些担心。别急，好戏还在后头。萧彻安抚地拍了拍我的手，小德子就是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吏部尚书出事，太子肯定会自乱阵脚，而小德子作为所有事情的经手人，知道的秘密太多了。太子为了自保，一定会想办法杀人灭口，这正是萧彻想要的。他早已派风和林暗中盯死了小德子，只要太子的人一动手，他们就会出手，来一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果不其然，当天深夜就有消息传来，小德子在出宫的路上遭遇刺客，风林二人及时出现，救下了小德子，并且活捉了一名刺客。那名刺客正是太子府的侍卫统领，人证物证俱全。第二天早朝，萧彻带着被吓得屁滚尿流的小德子和被五花八绑的侍卫统领出现在了大殿之上。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将太子如何指使宫女偷我玉佩，如何派人纵火，如何嫁祸于我，又如何在失败后企图杀人灭口的全部经过，原原本本的说了出来。小德子跪在地上，为了活命，将自己知道的一切都竹筒倒豆子般说了个干净。他还供出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3年前毒害萧彻的那杯酒，就是他亲手端过去的。虽然他不知道酒里有什么，但他清清楚楚地记得是太子亲口让他务必看着三王爷把那杯酒喝下去。此言一出，满朝震惊，所有人的目光都射向了面如死灰的太子。谋害皇子等同谋逆。父皇，他胡说，他是被萧彻收买了，故意诬陷臣。太子还在做最后的挣扎，他跪在地上，指着萧彻，声嘶力竭地吼道：父皇，您要相信臣啊！哦。萧彻冷冷地看着他，从怀里又拿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封信。这是你昨夜派人送去给吏部尚书的密信，信上说让他放心，只要他扛下所有罪名，你会保他全家性命，还说等解决了心腹大患，那个位置迟早是你的。萧彻将信呈给皇上，淡淡道：这信是从张尚书的管家身上搜出来的，上面还有太子殿下您的亲笔签名和私印。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皇上看着那封信，气得浑身发抖，猛地将信砸在了太子的脸上。逆子，你这个逆子！他指着太子，手指都在颤抖。朕待你不薄，将这江山都准备交到你的手上，你却做出此等残害手足、意图谋反之事，你太让朕失望了。父皇儿臣冤枉。太子还想辩解，但声音已经微弱的像蚊子哼，铁证如山，他已经无力回天。来人！皇上怒吼一声，将这个逆子给朕拖下去，废除太子之位，打入宗人府天牢，终身监禁。其母后言行不端，教子无方，即日起迁往冷宫，闭门思过。皇上的决断雷霆万钧，不留一丝情面。皇后听到这个消息，当场就昏死了过去。太子被禁军拖下去的时候，还在疯狂地喊着：萧彻，你不得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萧彻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一场持续了3年的恩怨，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终于在这一天落下了帷幕。太子倒台，他身后的党羽树倒猢狲散，被查办的查办，贬官的贬官，整个朝堂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洗牌。而萧彻因为揭发太子有功，又在处理后续事宜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手腕和治国才能，得到了皇上和满朝文武的一致认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大胜的天下，未来的主人已经确定了。从宫里回王府的路上，京城下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我掀开车帘，看着外面白茫茫的一片，
只觉得恍如隔世。短短几个月，天翻地覆，那个曾经任人欺凌的傻王爷和我这个备受冷落的正妃，如今已经站在了权力的顶端。可我心里却没有想象中的喜悦，只有一种尘埃落定后的疲惫和空茫。回到王府，萧彻遣退了所有下人，偌大的房间里只剩下我们2个人。他走到我面前，伸手将我揽入怀中，这个拥抱很紧很用力，像是要将我揉进他的骨血里。都过去了。他在我耳边低声说道。我把脸埋在他温暖的胸膛上，点了点头，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了下来。是啊，都过去了。那些担惊受怕，那些阴谋算计，那些在刀尖上跳舞的日子，终于都过去了。婉晴，他捧起我的脸，用指腹轻轻拭去我的泪痕。对不起。我愣住了。为什么说对不起？他看着我，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认真和愧疚。其实我早就想起来了，在你照顾我的第2年，我就已经恢复了神智。我的心猛地一颤。那你为什么？因为我害怕。他苦笑了一下。那时候我一无所有，身边全是太子的人，我若暴露，只有死路一条。我只能继续装傻，在暗中寻找机会。那一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候。我清醒地看着自己像个傻子一样，被所有人嘲笑，被所有人欺负。我甚至好几次都想过，就这么死了算了。他的声音很轻，但我却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巨大的痛苦和绝望。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揪住了。是你的出现拉了我一把。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感激和爱意。每天晚上你都会偷偷给我送吃的，怕我饿着。冬天你会把府里分到的仅有的一点炭火都搬到我的房间，自己却冻得瑟瑟发抖。我被柳如月的人欺负，你会不顾一切地冲上来，把我护在身后，哪怕自己被打得遍体鳞伤。婉晴，你知不知道，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你是我唯一的光。他说的每一件事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那些我以为早已遗忘的微不足道的细节，原来他都清清楚楚地记得。所以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所以当我掉进冰湖再次醒来时，我决定不再等了。他一字一句地说道。我要把那些欺负过你的人一个个的全部踩在脚下，我要把这世上最好的东西都捧到你的面前。我假装失忆，只记得你，是因为在我心里除了你，其他人都不重要。他不是因为听了我那些梦话才对我好，他一直都记得，一直都知道，他的失忆，他的独宠，不是策略，不是手段，是蓄谋已久的深情。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汹涌而出。这一次不是因为委屈，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幸福。他低头轻轻地吻去了我脸上的泪，然后他的吻落在了我的唇上。窗外大雪纷飞，将整个世界都染成了一片纯白。我知道，从今天起，我和他的生命都将翻开一个全新的篇章，一个没有阴谋，没有仇恨，只有彼此的温暖篇章。